比较强弱一直是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，无论是实际验证还是口头辩论，从斗蛐蛐到各种斗兽，甚至看个奥特曼都有不少人要据理力争自己喜欢的角色才是最强。每个少年拿起最喜欢的漫画书，都能对其中的角色强弱分析得头头是道。那么现代人是这样，古代人是否会在意这些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古代人排出的战力榜单。武庙十哲。武庙十哲是唐玄宗设立的庙宇，以周朝的开国太师姜子牙为主祭，目的是表彰历朝历代的名将。其实从这个动机就能看出来，这个武庙十哲必然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榜单，里面有不少人气人物，比如蜀汉丞相诸葛亮，比如秦代的杀神白起，这其中肯定也包含了不少唐玄宗的个人喜好。但是除了主祭姜子牙以外，武庙十哲排名不分先后，而唐玄宗选择这帮人的理由如今也不得而知。但是这架不住人们浮想联翩，这么多年来对于武庙十哲的先后排名数不胜数，毕竟关公战秦琼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，直到现在也让很多人无法拒绝。前有 Fate 系列，现在也有中末的女武神、天下第一、日本最强武士选拔赛这样热衷于跨时空大乱斗的作品。那么不如我们今天也来搞一波古风斗蛐蛐，聊一聊假如武庙十哲带着他们生前的部众来一波大乱斗，那么以个人军事能力和他们所处时代部队的装备为依据，看看到底谁是最强的，而谁是最弱的吧。不过还是要事先预警一下，以下排名单纯是图一乐的关公战秦琼，如果有不同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既然排先后，那必然有一个最弱的。要说武庙十哲里谁最弱，那首先出局的就是十哲中排在主祀武成王姜子牙之下的张良。道理很简单，严格上来说，张良属于负责出谋划策的参谋。楚汉之争时，刘邦带着张良几乎每次都打败仗，尤其是彭城之战，56万大军差点被项羽3万骑兵全歼。虽然技术以及武器性能都是一直在向前进步的。武庙十哲里5人来自春秋战国时期，汉代2人，三国1人，唐代2人。这么看，起码张良的手下装备应该是不错的。汉代铁制武器基本普及，在性能上起码对于春秋战国那几位来说是碾压的。同时汉代骑兵也开始有了取代战车的势头。虽然汉初大家都还是平起平坐，但随着对匈奴的战争，让骑兵的重要性越来越高。不过就算如此，也架不住张良战绩拉胯。张良时刻陪伴在刘邦左右，为他出计谋，但都打不赢楚军。即便是汉下之战的前1个月，刘邦、张良还被项羽压着吊打。若非韩信、彭越、英布投入战斗，汉军人数拥有压倒性优势，刘邦无法建立汉朝。张良确实计谋厉害，前提是韩信去执行，因此他只能排在第10。接下来第9是田穰苴。武庙十哲中有5个人来自春秋战国，田穰苴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可能是这帮人里知名度最低的一个，就算与其他4个同时代猛人相比，田穰苴的事迹确实不怎么耀眼，没坑杀过40万降卒，没打下过70座城池，一辈子就为齐国练了兵，收了地，当了大司马。他所能做的最牛的事儿，就是给后世留下了自己无敌的军事思想，是个不靠蛮力靠脑力的军事巨匠。位列武庙十哲的其他9个人都有各自的功绩，但是这些功绩不可复制，是只属于他们的传奇，旁人想学也学不来。Ctrl+C 和Ctrl+V 是没指望了。但是司马穰苴不一样，他的军事思想是理论武器，后人是可以学习和理解的。复制粘贴可以说没有任何压力。至于田穰苴留下过什么军事思想，随便举2个例子你绝对听过。1是以战止战，2是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这是现代各种电视剧电影中被用烂了的军事台词，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他提出了，你服不服？更何况这还只是其中2个小例子。
这样的人生在春秋时期，实在是屈了才，只能在各诸侯国之间打打内战，最后也是古代英才的老俗套结局，被奸人陷害，最终郁郁而终。如果他再晚生几年，说不定我们能看到战国又一个天降猛人的传奇事迹，还能和白起什么的掰掰手腕，但这也只是关公战秦琼时的吃想罢了。而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装备，主宰战场的依旧是各位秋名山车神。当时一辆车4匹马3名甲士为一个单位，称为一驷或一乘，中间2匹驾车的马称2伏，两边的2匹称为2参。在3名甲士中，居中那位专职驾车，左右两边的是战士，左边那位称车左，是3人战斗小组的组长，他手持弓箭，以射为主。右边那位称车右，手持长戈，以击为主要攻击手段。甲士又称虎贲军。一般来说，每辆战车除了车上的3名甲士，车下面还有7名甲士，配合不足13人，图头5人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情况下，每辆兵车配30人。不过，每车具体配备多少兵士，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。但与此同时，战车也相当笨重。遇到对方挖的沟坎或滚木、巨石之类的障碍物，高速行驶的战车来不及躲避拐弯，立刻翻车。倒下的车马又成了后方战车的障碍，一倒一大片，机动灵活性相当差。而供养这些兵种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作为后勤保障。和汉唐的骑兵相比，战车也没有太大的优势。第3个出局的就是燕国名将乐毅。同样来自战国时代的乐毅，在部下的武器装备上同样逊色汉唐，同时他实际战功也比较有限。都说乐毅率弱小的燕军攻克齐国70余座城池，差点灭了齐国，非也。5国伐齐，乐毅只是名义上的统帅，打硬仗的并非燕军，而是秦军、赵军。4国退出后，乐毅围攻一座孤城近2年，毫无进展。再加上同样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，部下的武器装备也没什么竞争优势。再来就是李绩，此人排名偏低，也是因为战绩上拉了胯。作为唐代的将领，他的部属肯定拥有武庙使者中一流的装备。在武器上，因为唐军早期府兵制的军事都是世袭兵，府兵要求是适用各个站位都要胜任，很多府兵还会携带备用武器，如唐人笔记曾记载，有些府兵上阵，甚至有人自备了5把横刀。因为横刀这种武器在劈砍敌人过多后容易断裂或豁刃，所以很多府兵都携带了一定数量的备用武器。到了唐后期，很多士兵就不再配备横刀这种烧钱的 VIP 装备了，甚至为了省钱和耐用，使用了鹤嘴锄、短柄斧头等武器作为副武器。不止如此，陌刀和长枪也是唐朝军队常使用的2种兵器。二者的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，特别是步兵，在面对骑兵时组成密集枪阵进行防御，进攻时则让手持陌刀的士兵组成线形队列叠刺出击，能够很好地阻击敌军的骑兵。而与此同时，唐代士兵的披甲率也达到了60%，所以总体来说，以唐代的技术水平，无论是武器的设计还是质量，对于前面的朝代基本都是碾压的。但李绩之所以排这么低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败仗很多，还被俘虏几次，再加上部将苏定方太猛，外挂加持厉害。单说唐朝末年，侯君集、尉迟恭、苏定方等都要强于李绩。至于李靖，李绩压根儿不是他对手，两人不是一个重量级。而第5个出局的就是孙武，虽然他是兵圣，但无法争夺冠军。一般而言，孙武的成名之战是白举之战，3万吴军击败20万楚军，差点灭了楚国。事情果真如此吗？非也。白举之战主帅是吴王阖闾、伍子胥、夫盖，孙武只是军师而已。再则，秦军、楚军联手后，吴军一败涂地，孙武也没法挽救。当然，孙武有孙子兵法加持，影响力很大。接下来就是诸葛亮和吴起，此2人比较类似，所带之兵都是自己训练，所用之阵法自己研究，所需要的钱粮物资自己筹集，所需要的兵器自己可以创造。即便没有平台，诸葛亮、吴起也要创造出平台，搞到装备，然后为自己所用。
这两人比起带兵打仗攻城略地，武器应该是比诸葛亮强的。诸葛亮属于全能型家典，不光军事、内政、外交都算一把好手，可以说是古代废人制造机。很多人可能要说了，诸葛亮不是发明过诸葛连弩这样的失传黑科技吗？但其实诸葛连弩很可能并不是什么神器。这种弩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当年的技术和材料限制，射程短，打击力也不出色。虽然连发速度比一般的弓弩要快，而且因为班杆箭匣都在上方的原因，只能进行腰射，精度也没优势，战术实用的空间太小，只能当成一种奇门兵器，很难成为主流。至于诸葛弩的技术是肯定没有失传，因为现代人依照历史记录复原出诸葛弩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区别在于，现代的爱好者大多只局限于仿制古代设计，很少有改进的，而且单凭一种武器也是难以扭转整个战局的。接下来就是前3名的争夺了。首先第3位属于杀神白起，毫无疑问他善于用兵，战绩也无可挑剔。在自己担任秦国将领30余年的时间里，攻城70余座，歼灭了近100万敌军，整个战国时期才战死了200余万，而白起一人就占了一半。战国杀神的称号也是名副其实。白起一生大小战70多次，未有败绩。他参与的4次大战是奠定秦始皇一统的基础，在重要性上也不容置疑。要说他为何只能屈居第3，主要的原因还是时代的局限性。战国时期的武器装备比起前2名来说，还是差距不小。从春秋到战国，武器是有一些变化的。步兵长兵器一般是矛和戈并用，到战国后期是矛和戟并用，同时大量装备弩，包括臂章和车章2种。长剑在当时是比较昂贵的兵器，按照历史记载，魏国五族是配备长剑的，但是从兵马俑的考古来看，秦军长剑只配备军官。当然魏国五族是精锐，可能装备更加精良，而随着进攻武器的进步，防御装备也相应有了进步，这时皮甲还继续使用，而铁甲在战国后期也已经被大量装备。但是总归在这种跨时空大乱斗中，时代的落后是最大的劣势。所以白起虽然凭个人战绩杀进前3，但奈何战国时期的武器装备实在落后，最后只能停留在这个位置。第2名是韩信，很多人可能不服了，论战绩，韩信怎么能比得过白起呢？武器装备是战争的工具，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。汉代的武器种类在先秦弓矢、墨、矛、戈、戟5兵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。军事使用的武器已是多种多样，长兵器有墨、戈、矛、戟，短兵器有刀剑，远射兵器有弩、弓，防护兵器有盔甲、盾牌，攻守的兵器有钩枪。此外还有锤、抓、杖、钺、斧等劈砍锤砸兵器。在各种兵器之中，铁兵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。汉初曹错所列的弓弩、短兵、长戟、剑盾、矛挺等，大多都是质量精良的铁制兵器。用这些东西和先秦的武器装备对比，基本就是降维打击了。在将领能力拉不开巨大差距的时候，战争工具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最后的胜负手。最后重量级的第1名便是唐尚书右仆射魏国公李靖。唐朝江山一半是李世民打下，一半是李靖打下。论起李靖的战功，他先打下了南梁，这是大唐统一战中拿下的第1个政权，然后又北上灭了东突厥，最后在65岁时向西灭掉吐谷浑。他的战绩可以说是遍布唐代大半疆域，堪称战神。而另一方面，唐代也是武庙使者设计的历代中技术与军备都是最强的。关于唐代的单兵标配，根据《新唐书》的记载非常清楚。唐代府兵的标配是一张硬弓，一个叫葫芦的剑壶，以及30支箭，唐横刀1把。武器装备好了，还得准备吃穿用度，所以每个士兵都得准备1块磨刀石，还有御寒的毡帽、战衣，1个行李箱。此时中国军队的装备素质、士气、综合能力在冷兵器时代达到顶峰，这时毋庸置疑的。同时唐朝还拥有最强的骑兵，骑兵的造价很高，装备也较为贵重，所以需要选拔合适的人选，只有武艺高强、身强力壮的勇士才当得了唐军的骑兵。史料记载，取户2等以上、长6尺阔壮者是弓马4次上，
翘冠举武，赴米五湖行30步者。这就是贞观期间飞骑的选拔标准。从2等以上的户籍挑选，高6尺的汉子，大概身高1.8米左右。除了基础条件，还需要骑马射箭4次全部命中。因为骑射是行动中射箭，所以更加考验士兵的技艺。过了唐以后，宋明的骑兵都难再现当年的强盛。以上关公战秦琼排名纯属图一乐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